大家，今天是一集猫砂测评。今天呢，我们要来测木屑猫砂。今天跟平时比较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要来尝试木屑猫砂。其实，在马来西亚，我相信比较普遍大家会使用的猫砂是比较倾向于矿砂跟豆腐砂。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两款来测呢？其实我第一个看到的是这一款 Cat's Best 的猫砂。有一次我们在逛宠物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广告，就是在推广这个 Cat's Best 的猫砂。然后因为它是纯天然木纤维做的嘛，它是主打环保啊、non-toxic 啊，然后 biodegradable 等等之类的。然后最重要的是，它颠覆了我之前对木屑砂的印象，说木屑砂一定要用那一种双层的猫砂盆才可以使用。这一款呢，它其实是可以凝结的，所以我就蛮好奇的，所以我们就买了一包来试试看。至于 Cator 这一款呢，就是我5月多的时候在 Pet Expo 的时候买到的。这个是他们的 Smart Palette 凝结性的木屑砂。当时我在 Expo 的时候，他们老板也非常的详细跟我解释，就是它的这一个木屑砂的 properties， 然后它的吸水性非常的强啊，等等的，所以我就也买了这一款，想说来测测看。今天之所以我会把这两款拿出来同时测，是因为它们的价钱大概 per liter 都是差不多一样，在那个 range。这个 Cat's Best 的是它的 original 红色那一款，这一款 Cator 的就是那个纯木屑砂而已的那一个版本。他们也有另外两款，我记得是粉红色，还有另外一个深蓝色之类的，是有添加活性炭，跟另外一个是有加除臭颗粒的。在测评之前呢，其实我有去爬文了解一下木屑砂呢，原来他们是有分两个类型的，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所会测试的凝结款的木屑砂，它们比较原始的 form 就是旧款一点点的，其实是崩解型的木屑砂，就是那种需要使用2层的猫砂盆的那一种。遇到水尿尿的时候呢，它们会崩解成碎碎的颗粒，沉淀在猫砂盆的底部。这一种凝结型的呢，它像豆腐砂一样是可以凝固的，所以铲起来清洁方面它是相对来讲比较方便的，而且也不需要去额外买一个双层的猫砂盆。然后它的好处就是天然，因为它们其实很多都没有加太多的添加剂，主要就是木纤维的这个成分，所以当你在打开包装的时候，你主要闻到是一股木的香味，好像你去 IKEA 逛的时候的那种木的家私的味道。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也是可以冲马桶的，所以清洁来讲会比矿砂方便很多。至于它的溶解性呢，等一下我们也会一起来测测看。这两款的木屑砂呢，它都是建议至少厚度要到5个 cm 以上。我暂时倒的大概是半包的量。现在我铺到这两款，它的厚度都是差不多的，我觉得就是有大概5 cm 左右。Cator 的呢，它的3款都是这种颗粒状的，它没有这种破碎型的，它的味道会比较接近 IKEA 的木的家私的味道。Cat's Best 这一款呢，其实它的木的香味会再淡一点点。可以看到他们现在正在慢慢的蓬起来，就是在吸水。当时候 Cator 的他们的老板在跟我介绍这个木屑砂的时候呢，他们是有说，它相比于豆腐猫砂呢，它的凝结速度其实是比较差一点点的。但是这种木屑纤维呢，它是胜在它们的吸水力非常的好。好，现在大概过了5分钟的时间，就是我等的时间比一般我等豆腐砂的时间再长一点点。先来铲 Cat's Best 这一个。我是非常的轻柔的在铲它，试的颗粒有蛮多是崩落了，可能有大概15%从这个团它是崩落在这个盆里面，就好像这一些我拿起来的这些都是有沾到水的。那你看我在摇它的时候，都有蛮多是崩落的，是整体上软软的。我们来看看 Cator 这一边的。也是有崩落的情况，它的那个软度其实跟这一个差不多，这些都是有沾到水然后崩落的。是我等的时间不够长吗？是大概要等多久呢？然后我在摇它的时候还是会崩落的。这两个的情况现在我的手感是差不多一样。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它的溶解性好不好，因为如果溶解速度不够快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马桶阻塞的问题。Cat's Best 的Cator 的这个颗粒，大概过了1分钟
多左右的时间吧，已经是完全溶解了。它们两个的溶解性都是差不多的，跟豆腐猫砂相似，就是一次性你最好不要把太多的丢进去你的马桶里面。经过这几个礼拜使用木屑砂下来，我得到的结论就是，我应该近期内不会选择木屑砂来使用。然后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虽然这两款的木屑砂都主打讲它是可以结团的，但是你都不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可以做到像豆腐砂一样结成那么扎实的一些尿团。这两款其实我用上来，我都觉得它们的使用感都差不多，所以我会一起来讲一讲它们 in general as 木屑砂的一些优点跟缺点吧。它们的优点我觉得比较明确的就是它们的盖臭能力是蛮好的。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这样喜欢就是有香精味道的猫砂来讲的话，可以选择就是木屑砂来使用。它的粉尘这两款用上来我也是觉得都可以接受，因为我觉得它的碎碎的粉尘比起如果你用豆腐砂来讲的话，它的粉尘可能是它的密度比较高吧，就是它好像比较重一点。我们在铲的时候虽然是看到有像是粉这样子的，但是它也不容易飞起来，就是没有什么飞粉的问题。而且观察下来它的落砂的程度也不严重，尤其是 Cato 的那一款，因为它的颗粒是比较粗一点嘛，更加不容易卡在它们的手脚上面，也不容易带出来。接下来就到它的缺点，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就是它的结团性。这种木屑砂它的结团真的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烹饪土砂或者是豆腐猫砂来讲，它们的结团可能就可以在10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但是 for 木屑砂呢，可能你要让它静止差不多有1-2个小时才有办法铲到比较像样的团。因为就算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明显的结成一些团，但是可能如果静止的时间不够久的话，我们在铲它起来的时候蛮容易会碎裂的。想要尝试这种木屑砂的朋友，可能你需要去着重选择针对你选的那一款木屑砂它的形状颗粒去使用相对的猫砂铲。因为像是 Cat's Best 的那一款呢，建议是使用小细缝的猫砂铲，因为有时候你在摇它的时候会容易崩落。有尿团的那些颗粒呢，其实它的颜色跟没有尿的那些颗粒是颜色是蛮相近的，所以它一消失在里面的时候，它就是彻底消失，你就再也捞不到回来，就会导致你没有办法很干净的把有沾到尿的团铲起来，就会导致你的猫砂比较容易有尿骚味，比较容易臭。是不是我在这样子讲下来，你就觉得使用这个木屑砂好像有一点麻烦，算是我使用下来的一个感受之一吧。今天使用这个木屑砂的心得分享就到这边，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一个 video 再见，拜。